男 ，Hello， 我是油令中女处，人生也好难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油令中女处，嗨，我今天又要修东西了，没错，我东西又坏掉了。怎么一直坏东西？它其实也不是坏掉啦，就是吹风机啊 NA30，这个吹风机我用超久了，大概已经有8、9年了。它好像已经出到什么98之类的，是98，我不知道。我最喜欢这支的地方是在于烘罩，原装核磨人，连这个烘罩的盒子都留着，不知道留着干嘛。因为密集孔这个人不能看呐、不能看呐、因为我自己有时候看都会吓到。这东西拿来吹头皮真的是很舒服。我平常都是这样用它的。我头发现在太长了，所以就很容易从后面卷进去，然后就会有一股烧焦味道。这大家应该常常遇过这种状况吧？我来打开看一下风量哦。它正常应该要再比现在更大声，它就不像原本风力那么强了。我相信就是每一个女生用吹风机，如果用到这种好像里面的烧焦啦，然后头发都被吸进去啦，就会立刻换下一代新。现在一台吹风机已经要8000块了，很扯欸。像我这么勤俭持家的女性已经很少见了吧？好了，我就只是想要把它拆开看一下里面。我也上网查了一下怎么修这个，我已经没有再修这种机型了，因为真的太久了。我现在就只是希望我可以把里面的脏东西清除，看风量是不是就会有所改变。我们就一起来试看看咯，看看会不会失败，会成功嘛？我觉得会成功，我有信心。Let's go！ 我们现在就来把它肢解看看哦。肢解前要先做什么呢？就是把插头拔掉，免得我等一下被电死。然后我们又不是现场直播，结果电视也没有人帮我叫救护车，可怜独居的烦恼。网子很简单，就直接把它拔起来。然后网子上面就已经有一些灰尘了啊，这样子就牙刷来清一下它，清不掉，清不掉。我要反着清啊！从里面这个正面清不掉，用反面哦，因为它是从外面吸进去的嘛。好哦，然后就清出一堆棉絮，那这个蛮容易就清干净的，不错。接下来这里面就长这样子。用我的心爱小米3颗螺丝，好，它里面的结构就这样子。以前的那种结构好像算是比较简单。我发现我的头发喽，5颗螺丝。哇，我立刻遭遇困难，因为我没有这种的气质。我现在如果冒险把它转开的话，不知道它会不会裂掉。少了工具，我现在只能用很阳春的方式，就是盲夹，直接这样戳进去，看有什么夹什么，比玩那个推金币还划算，随便夹都有。我刚刚有试着想要把它这两半就是整个这样硬拔，但是它下面应该一整体衔接在一起的，没办法硬拔，除非我找到这个特殊的起子。光靠我盲夹就已经蛮多了，有这坨头发，因为我最近的最爱这个。我觉得已经超干净的嘞，我没有办法直接就是蛮力把它拔开，所以呢，我会去找寻一下这个适当的工具把它打开，在还没打开之前，先把它装回去。我搞到那个梅花型的起子了，77件组的电子维修工具起子组，肢解开始，快转咯。好了，我要开始抱怨咯。我刚刚去买这个应该是叫做梅花形状的起子，它就是一个心形，中间有个洞，那边就有一个阿伯。我还特地把这个带去问他说我要买这个形状的起子，然后他说这个就是六角形啊。我说这个不是六角形，我已经查过了，这个是梅花形状，中间有一个洞。他说小姐，这就是六角形，你看清楚一点，我们没有卖梅花形的起子，明明就有，我刚刚就已经看到，我只是在决定要买哪一组而已。有一些它就没有显示出来中间到底有没有一个洞，所以我要求他拆开来给我看，然后到最后还说你干嘛不给原厂修就好，到底干你屁事啊！气死我了！我最受不了那种看不起人的阿伯了。开了，不好，气死我了。有个东西掉了，不确定什么。哇，这东西干嘛的 ？OK， 这东西打开的结构就长这样了。控制的地方在这里。我有时候心里也是会有一点点觉得，哇，万一我拼不回去怎么办？真的也是会有这种想法。耶，终于可以清理它喽！好多头发哦，它里面长这样子，感觉好像可以做成一个炸弹。我乱讲的。
不要黄标我。它里面就长这样。说真的，里面已经没剩多少头发了，昨天已经被我拔的差不多了。其实有些人可能会觉得，修东西感觉很不专业啊，通通都给我去吃，就当我闲闲在家没事无聊，真的没有要当什么专业修理工，只要修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就行了。把毛发都清干净了，里面差不多是这样，就是这样子的构造。最初而已哦，都是一些烧焦的东西。所以所谓的负离子就是从这边吹出来的，上面这个这样这原理是什么？那我们现在就要面临最大的挑战喽，要怎么装回去？要怎么装回去啊？我装得回去吗？真是让我吃尽苦头。它这边有一个那个奈米的开关，因为我拆开来的时候它就整个炸裂了，所以我一直找不到它正确的位置。好像真装不回去，这壳一直很难把它卡得很好欸。我再来试看看。啊，可以来锁了，太好了！我再把它拔开之后再合回去，这缝缝的痕迹变得很明显。就是它那个这个缝缝不知道为什么变得特别明显，可能一旦开过之后就合不起来了吧？讲什么黄色笑话，就没办法很密合呢，不要那么密合呢。我们来插电视看看风量是否更好了呢？太帅了！变台风级了啦，所以这次的挑战成功。好棒棒啊！有什么做不到的吗？那我现在要来讲结论咯。结论就是呢，有一些人他会对你有一些既有的印象，像是我绑2条辫子，又是个女生，你就觉得我只会装可爱吗？你觉得我分不出来六角形的螺丝、心形的螺丝跟梅花形的螺丝长什么样子吗？我很不喜欢像这样以貌取人的人，所以你们看到这种倚老卖老、以貌取人的人，觉得他可以来指导你的人生，记得要呛爆他，要呛爆他！老娘就是想自己修东西，干你屁事！当然了，你们还是要自己先做一些功课，不要在那边没做功课，在那边跟小朋友一样在那边乱叫，那样是没有意义的。你就是直接告诉他，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，你就给我要的东西，并且我会证明你是错的。如果他们虚心受教，那当然很好；如果没有的话，也不要让这种人影响你的人生。不要觉得修东西好像就是男孩子的专利，并没有这样子。也不要觉得女孩子没办法做，男孩子的粗活。都什么年代了，性别不是只有2元性的。像我自己也不觉得我就是一个女生，我不会让这些绑住我，我只会享受我现在这个身份，跟我现在这个模样。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，就是我把我现实世界的身份当做我虚拟世界的角色在玩。我今天绑什么头发，穿什么衣服，想要做什么样的事，都是我的内在，我的心，我自己决定的，不是别人帮我决定。我外表如何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也不应该以貌取人。一个人的重量，并不是看别人多尊重你，而是你有多尊重别人，有多尊重别人的身体、别人的身份、别人的内心。OK， 我包用完了。我每次修完东西或是改造完，都会讲出一些很有哲理的话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当然最后最重要就是谢谢你们看完我今天的影片咯，然后我好棒棒，现在不是每个月更新咯，是每周更新了。我也弄了抖内的连结哦，想要抖内我买一些工具的话，因为我本人是工具控，或者有工具的厂商想要赞助我的话也可以哦，我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跟我的频道首页。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开启小铃铛。我终于有更新了吧？不是1个月1支了吧？我很棒吧？好了，记得多多帮我拉下线哦。